年度优秀员工楚生，年终奖60万。聚光灯下，楚生拿着我敲了300个通宵的代码领奖，轮到我时，庄必凡因态度问题，年终奖100元。王总端着酒杯轻蔑道：“公司要的是听话的兵，不是你这种有能力没眼色的刺头。给你100块，是让你长长记性。”我看着他那张自以为是的脸，突然笑了。王总，谢谢你的红包。我把辞职信狠狠拍在桌上，一字一顿。不过这份记性我不想长了。神盾系统的密钥，全世界只有我知道。72小时后，你们就知道没了我，这公司就是个空壳。接下来是激动人心的时刻，年度优秀员工楚生，年终奖60万。王总满意的笑着，带头鼓掌，周围的同事爆发出羡慕的惊呼和热烈的掌声，掌声里夹杂着各种议论。天哪，60万！楚生太牛了，不愧是王总的得力干将。我坐在角落，安静的看着，没人知道楚生口中核心技术攻关的一行行代码，是我熬了300多个夜晚敲出来的。他做的不过是把我的成果包装成精美的 PPT， 在会议上口若悬的讲出来。主持人继续念着名单。最后，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位同事庄必凡。全场的目光瞬间聚焦到我身上，带着一丝看好戏的玩味。主持人脸上的表情有些古怪，他用一种近乎施舍的语气说道：“庄必凡因工作态度问题，经公司研究决定，年终奖100元，希望来年改正态度，再接再厉。”全场死寂，随即爆发出压抑不住的窃笑，那笑声像细密的针，扎得人皮肤发紧。楚生也投来那种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毫不掩饰的轻蔑眼神。王总在我身边停下，用只有我们2人能听到的声音说：“庄必凡，别觉得委屈，公司要的是听话的兵，不是你这种有能力但没眼色的刺头。给你100块，是让你长长记性。”哈，长记性。我看着王总那张自以为是的脸，血液里那股翻腾的怒火反而奇异的平息了下去。王总，谢谢你的红包，不过这份记性我不想长了，这是我的辞职报告。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我转身离开，整个大厅的目光都跟随着我，从震惊到错愕，再到不可思议。我没有回头，回到我那间小小的出租屋，第一件事就是把手机关机，我把自己扔进柔软的床里，就这么放空。真特么的爽！3年了，这破手机就没关过机，24小时随时待命。系统半夜报警，我得马上爬起来处理。客户深更半夜有想法，我得连夜改方案。楚生呢，他就凭一张嘴，把所有功劳和奖金都拿走了，而我不过是个连名字都不配拥有的工具人罢了。哼，公司核心的神盾客户管理系统，王总吹嘘的自主研发，行业领先，从底层架构到核心代码，全是我一个人写的。当初开发时，为保障系统安全，防止核心技术泄露，我按公司要求设置了分级加密机制，其中最高权限的维护密钥，仅由我作为核心开发者保管。系统每72小时需用该密钥验证一次，否则会自动触发安全保护模式。而这个密钥一直由我个人保管，从未向任何人透露。王总，楚生，你们觉得我态度有问题，那我就把我的态度留给你们好好品尝。屏幕亮起的瞬间，信息如潮水般涌来，无数个未接来电和99加条短信，来自王总、人事总监、楚生，还有公司里其他几个技术部的同事。庄必凡，你什么意思？立刻给我滚回来！给你半小时，不出现后果自负。算你狠，有种别求我！庄必凡，回来吧，年终奖的事我们可以再谈。庄必凡，我给你加到1万，不5万。祖宗，我求你了，接电话。语气的变化像一出精彩的舞台剧。我又点开楚生的信息。庄必凡，你闹够了没有？王总很生气，系统后台怎么登不进去了？你是不是动了手脚？你个王八蛋，你把密码改了！庄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快回来吧，没了你我们都要完蛋了，求求你，看在同事一场的份上。现在知道叫哥了，晚了。哼，我慢悠悠的起床，给自己煮了碗面，加了2个蛋，吃饱喝足，开始享受久违的属于我自己的时间。至于公司的死活，关我屁事。与此同时，远大科技公司36楼总裁办公室的气氛压抑得像要滴出水来。怎么样，楚生？你不是说你是技术核心吗？你倒是给我解开啊！楚生双手在键盘上哆哆嗦嗦地敲了半天，除了让那个错误代码框跳得更欢之外，毫无用处。王总，这个加密方式很奇怪，我从来没见过，这肯定是庄必凡动了手脚，他这是恶意破坏公司财产。楚生急得快哭了，只能拼命往我身上泼脏水。我他妈知道是他干的，我问你怎么解决？要不我们报警？报警？王总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他。你拿什么报警？告诉警察我们公司的核心系统瘫痪了，明天我们公司的股价就得跌停。你这个蠢货！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推开，市场部总监张杰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。王总，出大事了，神盾系统登不上去，我们下午就要给天虹集团做最终演示的，他们法务和财务的团队已经到楼下了，这可是3000万的单子啊！
天弘集团的单子是他今年吹嘘的最厉害的政绩，是他能否升任集团副总裁的关键。如果黄了，他不敢想下去。打电话，继续给庄必凡那个小王八蛋打电话，用所有人的手机打，告诉他只要他回来，什么条件都好说。王总的声音已经带上了一丝绝望的颤音，整个办公室的人都掏出手机，疯狂地拨打着那个他们昨天还无比鄙夷的号码，但听筒里传来的永远是那句冰冷的回复：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他终于意识到，那个他用100块钱打发走的年轻人，到底捏着怎样一张致命的王牌。我正在一家书店里悠闲地翻着一本关于古代建筑的书，手机调成了静音模式，屏幕在一旁疯狂闪烁，但我视而不见。想用人海战术，太天真了。我享受着这份难得的宁静，直到一个温和的女声在我身边响起。请问是庄必凡先生吗？面前站着一位穿着职业套装、气质干练的女性，30岁左右，眼神锐利而真诚。您是？冒昧打扰了，我叫刘静，是创世纪科技的首席技术官。创世纪，我们公司的那个头号竞争对手。刘静的目光在我翻看的那本书上停留了1秒，眼里的欣赏更浓了。庄先生，我们公司关注您很久了，您在远大科技太屈才了。哦，有点意思，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。庄先生，不用装了。远大科技的神盾系统，我们技术部研究了很久，前端界面做得花里胡哨，但底层架构却异常稳固高效，而且带着一种非常独特的榫卯式逻辑，环环相扣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这种风格绝对不是楚生那种夸夸其谈的人能写。他顿了顿，直视着我的眼睛。整个远大科技，只有您有这个能力。这是遇到知音了。被人看穿底牌的感觉并不好，但被人如此精准的肯定，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舒畅。我们猜您昨天从远大离职了，而且神盾系统应该快到维护周期了吧？他几乎把一切都算到了。我放下书，正视着他。刘总监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邀请您加入创世纪，我们不需要夸夸其谈的 PPT 演讲者，我们需要真正的架构师。我们给不了60万的年终奖，我们能给的是技术部合伙人的身份，以及公司5%的原始股份。5%的原始股份，技术合伙人。这个条件已经不是挖人了，这是在请一尊菩萨。我看着刘静真诚的眼睛，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我的未来。在远大，我只是一个随时可以被牺牲的工具；而在创世纪，他们把我当成决定未来的核心。我需要考虑一下。我没有立刻答应，这不是我的风格。当然，这是我的私人电话，24小时开机。另外，我知道您刚离职，还没找好住处。这张卡里有50万，是公司预付给您的签字费。无论您最终是否加入我们，这笔钱都属于您。密码是6个8，算是我们对您才华的一点敬意。他说完，便优雅地起身，对我点了点头，转身离开，没有丝毫拖泥带水。我看着桌上那张黑色的银行卡，久久没有说话。敬意这个词对我来说，比那50万本身还要沉重。我拿起手机，一条新的短信弹了出来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庄必凡，我是人事总监，王总授权我跟你谈，回来吧，年终奖给你补到10万，另外再加薪30%，既往不咎。收到请回复。10万，呵呵。然后我拨通了那个我早已拉黑的人事总监的号码，电话几乎是秒接。庄必凡，你终于回电话了。总监的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狂喜。别废话，告诉王总，1个小时后，远大科技楼下的咖啡店，我只给他15分钟，过时不候。是时候做个了断了，我要让你们知道，有些东西错过了就永远回不来了。我悠闲地喝着咖啡，王总和人事总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。他看到我，眼睛一亮，3步并作2步冲到我面前。庄必凡，你可算肯见我了。王总，坐，你只有14分钟了。王总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但还是乖乖坐下了。庄必凡，之前是公司不对，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年终奖的事是我糊涂了，我给你补上60万，不70万，只要你回来把系统恢复了，一切都好说。现在知道错了，用钱砸我，哼！王总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给系统起神盾这个名字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希望它能成为公司的盾牌，坚不可摧。但盾牌也需要持盾的人，你们把持盾的人扔了，现在反过来求这面盾牌，不觉得可笑吗？王总被我噎得说不出话。系统没有问题，它只是在执行我设定的最基本的安全协议，没有我的密钥，72小时一到，它就会自动锁定，保护数据不被非法访问。这不是破坏，这是保护。我每说一个字，王总的脸色就白一分。那密钥在我脑子里，那你快把它解开，钱不是问题。哼，王总，你好像没搞清楚状况。第一，我已经不是你的员工，我没有义务为你做任何事。第二，你觉得现在还是钱的问题吗？天弘集团的人应该还在你们会议室等着吧？这句话像一记重锤，狠狠砸在王总的心上，他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。你怎么知道？
我不仅知道，我还知道这份3000万的合同是你升任副总裁的敲门砖。可惜了。我当着王总的面按下了接听键，语气是我自己都意外的温和。喂，您好，刘总。庄必凡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想我没有理由拒绝。我看着王总死灰般的脸，微笑着说：合作愉快。王总，15分钟到了，祝你好运。走出咖啡店，感觉阳光都明媚了几分。刘静的车就停在路边，我拉开车门坐了进去。决定了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请说。我要亲手拿下天虹集团的单子。我的眼神里闪烁着一种名为复仇的火焰。刘静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。有魄力，不过远大科技那边肯定会拼死阻挠，而且天虹的人凭什么相信我们能比远大做得更好？因为神盾系统本来就是有缺陷的。有缺陷，可它的架构是完美的，但应用层我留了个特殊的安全校验节点，这是当初开发时为了实时监测数据异常，防止他人恶意篡改系统，特意设计的应急校验机制。这个校验节点只有我作为核心开发者能识别和操作，王总和楚生只知道用系统生成光鲜的报表，压根不清楚背后还有这么一层安全保障，更不知道哪些数据可能存在异常波动。刘静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震惊，但更多的是兴奋。他瞬间懂了我的计划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想釜底抽薪，我要让王总不仅丢掉单子，还要让他身败名裂。我要让天虹集团知道，他们差一点就签下了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垃圾，而能拯救他们的只有我和我的新东家创世纪。计划不错，我马上联系天虹的向总，告诉他演示会有变，我们创世纪将给他一个巨大的惊喜。一个新的战场已经为我准备好了。王总失魂落魄地回到会议室，市场部总监张姐和一众高管立刻围了上来。怎么样，王总？庄必凡怎么说？王总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就在这时，会议室的大门被推开，天虹集团的项目负责人向总带着他的团队，面无表情地走了进来。王总，我们等了你2个小时，我想你们的演示可以开始了。王总一个激灵，连忙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向总，实在抱歉，系统出了点小意外，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。畜生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想办法！王总，我真的没办法啊！废物，一群废物！向总冷冷地看着这出闹剧，摇了摇头，拿出手机。既然王总这边还没准备好，那我们就先看看另一家的方案吧。向总您好，我是创世纪的刘静，我们已经到您楼下了，随时可以开始演示。创世纪怎么会是他们？向总故作惊讶地问。刘总监，你们也有类似的系统？我们没有神盾，但我们有苍穹，一个真正为天虹集团量身定制的绝对安全的系统。我们这就下来。向总看都没看王总一眼，带着团队转身就走。向总留步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王总慌忙追了上去，却被向总的助理拦住。王总，请您自重。会议室的大门被关上，隔绝了王总绝望的哀嚎。楚生和一众高管面面相觑，脸上全是世界末日般的表情。他们知道远大科技彻底完了。天虹集团的临时会议室里，我和刘静站在投影幕布前，向总和他的团队坐在对面，表情严肃。庄先生，刘总监，你们说远大的神盾系统有缺陷，可有证据？当然。向总团队里的技术人员一看，立刻发出了低低的惊呼：这个数据流向不对！天，它的核心数据竟然有一个外部接口，而且是未加密的。我操作着键盘，调出了一个日志文件。向总，请看，这是神盾系统过去3个月的客户数据分析报表，也是王总给你们看过的版本。现在这才是真实的数据。那些漂亮的增长曲线立刻被打回原形，甚至有几项核心指标出现了明显的下滑。2个版本的报表数据差异在5%左右，不仔细对比根本看不出来。但对于天虹集团这种体量的公司来说，5%的误差足以导致数千万甚至上亿的决策失误。向总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，他想起了王总那张信誓旦旦的脸，想起了那份差点就签下去的3000万合同。这就是你们的诚意？不，这只是证明我们的诚意是这个。一个全新的界面简洁大气、逻辑清晰的系统展现在他们面前。苍穹系统，绝对的数据安全，100%的真实反馈，并且它的运算效率是神盾的3倍以上。最重要的是，它的所有权将完全属于天虹集团，我们只负责开发和维护。合同当场就签了，不是3000万，而是5000万，包含了系统开发、后期维护以及我们创世纪作为独家技术顾问的全部费用。签完字，向总紧紧握着我的手，感慨万千。庄先生，今天幸亏有你，你不仅是救了我们天虹，也是救了我自己。送走向总，刘静兴奋地给了我一拳。干得漂亮，庄必凡，你真是个天才。
我笑了笑，心里那块压抑了3年的巨石终于彻底粉碎。回到创世纪的办公室，迎接我们的是全体员工的欢呼和掌声。我有些不适应这种场面，但心里却暖洋洋的。刘静当场宣布，我将正式成为创世纪的技术合伙人，并立即启动授予我5%原始股的法务流程。消息传开，整个行业都震动了。第2天，远大科技的股价应声跌停，董事会连夜召开紧急会议，王总被当场免职，并被要求赔偿因他决策失误给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。那个3000万的单子丢了，还惹恼了天弘集团，远大科技的资金链瞬间断裂。没过几天，就传出了破产清算的消息，公司的员工群里炸开了锅。听说了吗？王总被开除了，还要赔一大笔钱，活该！谁让他有眼无珠，为了个马屁精逼走了真正的大山。楚生呢？那个60万的年终奖是不是得吐出来？吐出来！我听说他被新来的清算组打了，腿都断了，现在人还在医院呢。真是报应啊！当初装逼反走的时候，我还笑话他冲动，现在看来，人家那叫隔绝。我看着群里的聊天记录，面无表情的退出了群聊，一切都与我无关了。又过了几天，一个陌生的号码打到我手机上。喂，是庄哥吗？电话那头的声音卑微到了尘埃里，是楚生。有事？庄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抢你的功劳，不该在老板面前说你坏话，你大人有大量，放过我吧。我现在工作也丢了，年终奖也被追回去了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楚生，你抢我功劳的时候想过我的感受吗？你拿那60万的时候想到过我那100块吗？你现在走投无路，是你自己选的。别再给我打电话了。世界再次清静。没过多久，我又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王总打来的。他的声音苍老而颓废，完全没有了当初的意气风发。庄必凡，不，庄总，我知道错了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你看在我们曾经共事一场的份上，能不能跟天弘的向总说句好话？我下半辈子真的完了。我静静的听着，没有说话。庄总，我求求你，我给你跪下都行。跪下？你的膝盖就那么值钱吗？我终于开口，声音里不带一丝波澜。王总，当初你跟我说，公司要的是听话的兵，不是有能力的刺头。现在我告诉你，这个时代缺的从来不是听话的兵，而是能开疆拓土的将。你连兵和将都分不清，你的失败是注定的。挂断电话。1年后，创世纪科技成功上市，市值翻了50倍。作为技术合伙人和持股股东，我身价过亿。我站在自己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，落地窗外是这座城市的繁华景象。在看什么？没什么，看看风景。新闻的配图是王总被法警押上车的照片，他头发花白，面容憔悴，比1年前老了20岁。我平静地划掉了新闻，刘静看着我，还在想以前的事。早就过去了，我只是在想，如果当初我拿了那100块，忍气吞声的留下来，现在会是什么样？你会继续当你的工具人，直到被榨干最后一丝价值，然后被一脚踢开。所谓的平静离职，从来都不是一时的冲动，而是攒够了失望和对自身价值的绝对自信。当自身的价值不被尊重时，离开就是最该做的选择，因为总有一个地方会视你如珍宝。走吧，苍穹2.0的发布会要开始了。